我叫郑谦，一个普通的007牛马，月入3500，但此刻我却为了女同事买口红花掉了我1个月工资。只因1天前，我被女友戴帽子后，意外获得神豪恋爱系统，只要为女人花钱将获得10倍返利。晚上10点，我拖着疲惫身子回到出租屋，结果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屋里传来男女打扑克的声音。我掏出门钥匙开门，结果发现门被反锁，根本打不开。于是我在外面心急如焚地敲门，开门啊，快开门啊！姚曼曼。门内暧昧声戛然而止，接着是窸窸窣窣的衣物摩擦声。10分钟后，门终于被拉开，姚曼曼出现在门后。她看到郑谦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但很快被冷漠取代。你不是加班吗？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里面是谁？郑谦试图冲进去，姚曼曼条件反射的伸手阻拦，但为时已晚。谁啊？是郑谦吗？门后，常瑞慢悠悠地走出来，他看了一眼郑谦，眼中闪过一丝轻蔑，他直接伸手，一把将姚曼曼搂进怀里。常瑞，你们背着我在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干！姚曼曼在他怀里娇嗔一声，身体并未反抗，反而更贴近了常瑞。姚曼曼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呵呵，我怎么对你？郑谦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分手。姚曼曼猛地关上门，门内暧昧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带着嘲讽的意味。大学校园里，郑谦给穿着朴素的姚曼曼买新衣服，姚曼曼羞涩地笑着。郑谦在打工兼职，疲惫地数着工资，然后大部分转给姚曼曼。郑谦失神地站在门外，一拳狠狠砸在墙上，墙皮灰尘散落。他靠着墙壁，缓缓滑坐到地上，脸上写满了痛苦与迷茫。3年时光，百般呵护，他倾尽所有，只为守护一个脆弱的灵魂。如今，那扇紧闭的门像一把尖刀，将他所有的付出与信任一刀两断。世界轰然坍塌，只留下他一人，承受着背叛的冰冷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过是一个提款机吗？郑谦颓败地走进电梯，按下按钮，电梯门缓缓合上，头顶的灯光剧烈闪烁了几下，然后彻底熄灭。电梯猛地往下坠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停了下来。整个空间陷入一片漆黑。啊！天要亡我！黑暗中，一道蓝色光幕突然在郑谦视网膜前浮现，发出柔和的光芒，照亮他惊愕的脸。光幕上清晰地浮现出文字：恭喜宿主郑谦获得神豪恋爱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被女人花钱将获得10倍返利。宿主可以通过系统查看他人对自身的好感度，若好感度达到上限，将不再返现。本系统旨在帮助宿主找寻真爱，直到宿主遇到生命中的真爱，系统将会自动解绑。10倍返利，为女人花钱。他的眼神从迷茫逐渐变为一丝不可思议，接着是深思，最后一道锐利的光芒在他眼中闪过。公司办公室，郑谦来到自己的工位，他脱下外套坐下，他回想起系统的话，决定试一下。他转头看向隔壁工位的秦雪莉，眉毛微挑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和不屑。他头顶浮现半透明的数字，好感度10。丽丽，加完班有事吗？我请你吃个饭。不了吧，加完班不知道到几点了，还得早点回去喂猫呢。郑谦的眼神不动声色地扫过秦雪莉头顶的好感度，心下明了。那好吧，我寻思带你去大悦城逛逛，如果要回去的话就算了。大悦城3个字一出，秦雪莉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，脸上的敷衍僵硬了一瞬。她偷偷瞥了一眼郑谦，仿佛在重新评估什么。她头顶的好感度数字悄然变动，好感度15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昨天刚买了自动喂猫机，也不用那么早回去。那你去吗？去。下午2点半，秦雪莉对着小镜子简单补了个妆，显得更加明艳动人。她收拾好包包，走到郑谦的工位旁。郑谦，今天周日，正好我有个闺蜜也想出去逛街，我能不能带上她呀？郑谦闻言，心中闪过一丝了然，但面上不露声色。他扫了一眼秦雪莉头顶的好感度，此刻已变为好感度20。行啊，没问题，人多热闹，一起去吧。好。郑谦和秦雪莉并肩走向签退处，一路上不少同事都用惊讶的眼神看着他们，几个男同事交头接耳，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。郑谦要和秦雪莉出去逛街，我没看错吧？不可能吧，就他那个抠门劲儿，出去一趟就算吃个饭也得小千把块吧。他舍得给秦雪莉花钱，恐怕是和姚曼曼闹掰了，想找秦雪莉当备胎，可他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秦雪莉是随便请碗麻辣烫就能追到的吗？郑谦和秦雪莉走出公司大楼，阳光明媚，微风吹拂。秦雪莉拿出手机，拨通了电话。喂，欣欣吗？我今天提早下班了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和郑谦准备去大悦城，你也过来吧，一起逛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模糊的对话声。我闺蜜在附近，她马上过来。好。突然被身后一个声音叫住，李涛走过来，拍了拍郑谦的肩膀。小郑，干嘛去呀？没啥事。涛哥，晚上要不一块喝酒？有点忙，我约了人。郑谦朝秦雪莉的方向努了努嘴，李涛心领神会地笑了笑，没有多问。行，那你去吧。郑谦走向大厦旁边的奶茶店，店内繁忙，他迅速点了2杯饮品，
付款。花费74元，系统返现740元，已到账。郑谦嘴角微勾，眼中闪过一丝自信。他拿着2杯奶茶走出店门，递给秦雪莉1杯。诺，给你买的饮料，这杯是给你闺蜜买的，等她来了以后再给她。她一时半会儿还不来，你先喝吧。那我们先打车过去等她吧。2人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前往大悦城。车窗外，城市风景飞速倒退。抵达大悦城后，郑谦扫码支付车费，花费40元，系统返现400元，已到账。郑谦瞥了一眼手机，心中计算着短短几分钟内，他已赚取超过1个月工资的金额，脸上难以抑制地露出一丝满足的笑容。秦雪莉站在大悦城门口，举着手中的奈雪奶茶，对着商场招牌拍了一张照片。她笑容甜美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，照片里没有任何异性出现。走吧，我们先随便逛逛呗。哦，好。秦雪莉虽然答应，但脸上表情说明她对这种只看不买的逛街方式不感兴趣。郑谦这种人在这里估计也就看看而已，估计是想在我面前装装样子。2人走进一家圣罗兰口红专柜，店面装修精致，柜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彩妆品。一位柜姐在2人进门时就打量了郑谦一番。郑谦穿着朴素，与店里奢华的环境格格不入。正好我口红用完了，去这家店看看呗。你想买吗？我送你吧。不了吧，今年的出的色号都很普通，没有去年的好。果然是想装大方，又舍不得买。喜欢就买呗，一支口红能有多少钱啊？你好先生，这是我们店里今年推出的新款，1499。这套色号非常符合您女朋友的气质，是今年的爆款，很显气色。柜姐喋喋不休的介绍，眼神却带着挑衅，分明是想看郑谦窘迫的模样。才1000多块钱啊，太便宜了。丽丽，这套口红不符合你的气质。秦雪莉和柜姐同时愣住，秦雪莉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她头顶的好感度闪烁了一下，数字未变。柜姐的脸上则写满了不可置信和怒气。先生，您如果觉得太便宜了，我们店里还有其他款，我给您介绍。不用你介绍，丽，过来给我介绍一下。小刘被指到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指了指自己。我吗？对，就是你，过来吧。小刘，喊你呢，给咱家大客户介绍一下。小刘连忙走上前，尽管有些紧张，但他还是非常详细，耐心地向郑谦介绍了店里的几套口红。郑谦认真听着，不时点头。秦雪莉则站在一旁，好奇地打量着郑谦，脸上表情复杂。丽丽，你喜欢这套吗？还行。那我付款了。郑谦拿出手机，扫码付款，屏幕上显示3099元，支付成功。花费3099元，系统返现30990元，已到账。郑谦收到返现后，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，腰杆子挺得更直了。他接过小刘递来的包装精美的口红套装，递给秦雪莉。丽丽，你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秦雪莉看着手中的口红，又看向郑谦，眼中充满了惊愕和一丝难以置信的兴奋。她头顶的好感度数字，在郑谦问出这句话后，猛地跳动。秦雪莉当前好感度35，嚯，一下子提升了15点。郑谦送出3099元的口红后，秦雪莉手中拿着包装袋，眼神复杂地看着他。她头顶的好感度35。谢谢你啊，郑谦，让你破费了。不过真的不用了，这一套口红能用很久的。老柜姐站在不远处，听到秦雪莉的话，嘴角勾起一丝嘲讽，心想：花了3000块就换来一声谢谢，真是个大冤种舔狗。小刘，还不快给咱家大客户再介绍几套？小刘有些为难，但不敢违抗，硬着头皮又向秦雪莉介绍了几款其他的美妆产品，包括眼影、粉底液、香水等。丽丽，你觉得这些东西怎么样？还好。那全都包起来吧。先生，您确定吗？这些大概27000左右。确定，刷卡。小刘接过卡，颤抖地完成支付，屏幕显示27468元，系统提示音效清脆响起。郑谦手机屏幕上浮现提示：花费27468元，系统返现274680元，已到账。郑谦看着手机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这笔钱加上之前的，已超过27万，相当于他近5年的工资。一旁的老柜姐脸色由青转白，彻底傻眼。先生，您真是大手笔啊！我们家还有很多产品的，都是很不错的，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吧。不用你介绍，你们家东西太便宜了，买了这么多，才花了3万块钱。郑谦拿起小刘打包好的所有商品，转身看向秦雪莉。丽丽，我们走吧。郑谦带着秦雪莉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专柜店。老柜姐一个人呆立在原地，脸上表情精彩万分，懊悔不已。小刘则激动的眼眶泛红，对郑谦投去感激的目光。郑谦，你送我这么多东西，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吗？今天刚分手。我能问问什么原因吗？不能。秦雪莉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果然如此的表情。她心中揣测，郑谦这种舔狗，8成是被甩了，或者发现被绿才分的。现在这样大肆花钱，定是报复性消费，可能透支了信用卡，没必要太当真。哎，你闺蜜怎么还没来？不来了吗？她估计还在加班吧。
我问问，来是肯定会来的。秦雪莉眼神坚定，想要打消郑谦的非分之想。哦，时间还早，我们再逛逛吧。两人走进一家高端休闲服装店，郑谦为秦雪莉挑选了几件设计感十足的 T 恤。秦雪莉试穿时，对着镜子露出满意的笑容。这些也都要了，花费3298元，系统返现32980元，已到账。郑谦看着手机上最新的余额，眼中充满了亢奋。现在塔里总额已突破30万。他注意到秦雪莉的好感度再次缓慢上升，60。他不再像之前那么惜字如金，会主动和郑谦说话，笑容也更多了。郑谦看着秦雪莉的笑脸，内心深处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涌上心头。拉她的手，我真的可以吗？她可是秦雪莉啊，我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女神。可是我已经给她花了3万多块钱了，牵个手怎么了？有什么好怕的？郑谦经过一番复杂的心理斗争，最终战胜了内心的怯懦。他鼓起勇气，伸出手，轻轻握住了秦雪莉那放在包包旁边的手。他的手果然如他想象般娇软无比，触感细腻，仿佛从未沾染过世俗的尘埃。秦雪莉微微一怔，但并没有立即抽回手，只是眼神复杂地看了郑谦一眼。成功了，我牵到了秦雪莉的手，这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。秦雪莉倒也没抗拒，任由郑谦牵着她的手。她心里盘算着，拉个手而已，又没熟人看到，没关系，反正郑谦也只是个舔狗，偶尔给点甜头，才能让他继续花钱。我闺蜜发消息了，她说她到大悦城门口了，我们去接她一下吧。好。郑谦和秦雪莉并肩走到大悦城门口，秦雪莉一眼看到不远处一位身材不错但相貌稍显普通的女孩，正向这边张望。小爱，我们在这儿。秦雪莉借着挥手的动作，很自然地从郑谦手中挣脱出来。郑谦的手在空中停顿了一瞬，随后收回，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，并未说什么。艾清月看到秦雪莉，也笑着迎了上来。他瞥了一眼郑谦，眼中闪过一丝好奇和打量。艾清月头顶浮现好感度10。郑谦，这是我大学同学艾清月。小爱，这是我同事郑谦。你好，快7点，不知我能否有幸请2位美女吃个晚饭？艾清月好感度增加到30，时间已经傍晚。华灯初上，三人来到大悦城内一家人均消费极高的餐厅。餐厅装修奢华，食客不多，氛围优雅。郑谦，这家店消费比较高，你确定吗？我们之前来过一次，2个人就花了5000多。没事，随便点。郑谦将菜单递给秦雪莉，秦雪莉和艾清月接过菜单，开始挑选。艾清月本想点几个最贵的菜，但秦雪莉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并悄悄删掉了几个菜肴上的对勾。我们选好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不喝酒吗？不喝了吧，喝2瓶可乐就行了。秦雪莉眼神望向艾清月，艾清月心领神会的也点了点头。行，那就先这样，不够吃我们再点。艾清月的目光不时落在郑谦手中的购物袋上。丽丽按理说不会跟这种男人约会的，但买的这些东西加上这顿饭，这男的该不会是个凯子吧？丽亚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？之前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同事。秦雪莉话音刚落，郑谦注意到艾清月对他好感度的变化又降到了20点。菜肴上桌后，秦雪莉和艾清月先是拿出手机，对着美食一顿狂拍，才动筷子。饭桌上，三人聊着一些家常。用餐结束后，郑谦起身去结账。花费9657元，系统返现96570元，已到账。又是10万块到账，这太爽了吧！结完账，他回到座位。才9点啊，要不我们去酒吧？我最近压力有点大，想去发泄一下。不了吧，明天我还得上班。你们可以再喊几个朋友过来一起吗？人多热闹，不会太晚的。那我问问有没有人一起。几分钟后，秦雪莉放下手机，对郑谦说：“我约了2个小姐妹，她们说直接过去等。去哪个酒吧？红色蔷薇。好。”出租车停在红色蔷薇门口，酒吧门面气派，霓虹灯闪烁，门口已经站着2位打扮时尚、身材火辣的女孩。秦雪莉和艾清月上前与他们打招呼，郑谦则站在一旁打量着2位新来的女孩。星星和安吉拉打量郑谦的穿着，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但脸上却挂着热情谄媚的笑容。丽丽，你男朋友好帅啊！是啊，标准的帅哥呢。这穿着打扮还能叫帅，真是太虚伪了。以前的我根本不敢踏入这种地方，更别提和4个美女一块。但现在有系统加持，花得多，赚的也多。你可能赚了，但我绝对不亏。5人走进酒吧，瞬间被震耳欲聋的音乐和五彩斑斓的灯光包围，空气中弥漫着酒精和香水的味道。一位销售经理很快走了过来。晚上好，请问定位走了吗？没有。您是5位吗？想坐卡座还是散台？卡座。好，您跟我这边来，有最低消费的哈。 5人落坐在卡座上，销售经理递上酒水单。哥，您看咱们喝点什么？黑桃 A。秦雪莉、艾清月、星星和安吉拉4人面面相觑，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看来郑谦还真是个第一次来酒吧的小白。黑桃 A 是香槟的一种，有很多系列，比如黄金、粉金、
紫罗兰、白金、绿金。我们店里还有神龙套，3瓶黑桃 A 叫小神龙，5瓶或者6瓶叫大神龙。如果带黑金的，88888元；不带黑金的，78888元。那先来一套大神龙吧，带黑金的，刷卡。销售经理秦雪莉、艾清月、星星和安吉拉5人全都震惊地看着郑谦。酒吧震耳欲聋的音乐此刻仿佛也突然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了，难以置信地盯着郑谦。郑谦面对震惊的众人，脸上平静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看似破旧、饱经风霜的银行卡。销售经理在短暂的惊愕之后，立刻回过神，换上一副恭敬至极的笑容，手忙脚乱地拿出刷卡机。哥，您稍等，我马上就好。销售经理刷卡，郑谦的手机随之震动，屏幕上显示系统提示：花费88888元，系统返现888880元，已到账。郑谦看着手机，内心波澜不惊，但嘴角却忍不住上扬。88万，爽！他抬头看向销售经理，今天晚上可能还要多开几套。好嘞，哥您放心，今晚的酒水保证让您满意。销售经理看向郑谦的眼神已从轻蔑转变为敬畏，他心中明白，能一口气刷大神龙，还用储蓄卡，绝不是什么凯子，而是真正的大客户。艾清月、星星、安吉拉3人此时也看清了郑谦的豪气，他们的目光从郑谦破旧的衣着转移到他那张普通的银行卡，再到他从容不迫的表情，眼中都闪烁着异样的光芒。秦雪莉察觉到闺蜜们的眼神变化，心中一紧，下意识地靠向郑谦，挽住了他的手臂，做出亲昵状。郑谦感受到手臂上传来的柔软触感，心中微微一动，但很快便看穿了秦雪莉的小心思。开始宣示主权了，有钱就是硬气啊！随着郑谦的付款，酒吧的音乐突然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激昂的鼓点，全场的灯光瞬间熄灭，紧接着几束强烈的聚光灯齐刷刷地打在郑谦所在的卡座上，干冰浓雾开始从舞台和地面喷涌而出，弥漫了整个空间。一群的酒吧女郎拖着托盘，上面摆放着5瓶金光闪闪的黑桃香槟，伴随着节奏强烈的音乐，扭动着身姿，款款走向郑谦的卡座。今晚我们红色蔷薇最尊贵的客人为我们带来了最顶级的黑桃 A 大神龙，让我们为他欢呼！全场爆发出一阵阵尖叫和欢呼声。销售经理带着2个身材魁梧的保安，迅速来到郑谦的卡座旁，保安分立两边，警惕地环顾四周，保护郑谦的安全。销售经理则恭敬地站在卡座边缘，随时听候吩咐。郑谦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满足感。这才是台面，这才是消费，8万8，买的就是这份虚荣，这份万众瞩目。神龙套版正好，气氛达到高潮，音乐恢复正常，但依然喧嚣。丽丽，你们2个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呀？我上周还看你是单身呢。你们可能误会了，我和丽丽没有在交往，只不过是同事而已，加完班出来放松一下的。郑谦的话语落下，卡座上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。秦雪莉脸色僵硬，而艾清月、星星、安吉拉3人则眼神闪烁，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这样呀，怪不得呢。给丽丽买这么多礼物，都不舍得给自己买一件衣服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丽丽，碰到这样的男人，你可要好好的珍惜呀。这些塑料姐妹花，看到有钱男人就想着抢，这算什么闺蜜情？哎呀，我对穿着没有什么要求，况且丽丽说要给我买一身来着。你们别看我的衣服比较破，但穿着非常舒服。郑谦此话一出，秦雪莉心中一暖，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星星和安吉拉的笑容则僵硬在脸上。丽丽，你要不陪我上去蹦一会？好。郑谦和秦雪莉起身，穿过人群，来到灯光炫目的舞池中央。强劲的音乐震耳欲聋，舞池里的人群随着节奏尽情摇摆。怎么样，今天开心吗？如果能让秦雪莉喝酒，那就再开一套大神龙，毕竟多花钱多返现。你如果不尽兴的话，我就陪你喝嘛。秦雪莉那个高冷女神竟然会说出这种话，以前她对我这样的屌丝可是不屑一顾，现在为了我，为了陪我，就算不能喝也要喝，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吗？出汗了，下去歇一会。郑谦和秦雪莉回到卡座时，却发现一个陌生的男人坐在他们的卡座上。此人眉毛修剪整齐，脸上画着淡妆，颧骨显得高高的，一副自以为很帅的样子。他手里拿着酒杯，和安吉拉挨得很近，两人眼神迷离，几乎要亲上。星星和艾清月则有些尴尬地坐在一旁。你谁啊？连招呼都不打，就喝我的酒，坐我的位置，还泡我的妞，什么意思？秦雪莉也注意到了卡座上的情况，偷偷看了一眼郑谦的脸，想知道他会如何反应。郑谦只是眯了眯眼，脸上平静如水，但眼底却闪过一丝冷厉。郑谦这才带着秦雪莉走回卡座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朋友陈飞宇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，就拉他过来喝了一杯。这位一定是郑少吧？我叫陈飞宇。朋友啊，那快坐吧。郑谦径直走向主位，坐下，然后他叫来销售经理，再给我上一套小神龙。郑谦刷卡，
38888元。此次没有系统返现，因为是请客，并非为女性消费。小神龙很快被送上卡座，没有干冰，没有聚光灯，只有短暂的3秒 spotlight。这与之前大神龙的盛大排场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换作是以前的郑谦，肯定早就骂骂咧咧的把那男人赶走了，但他现在竟然这么沉稳，没有赶人，也没有打人，反而还给那男人点了一套38000的小神龙。这种魄力和气量，他真的变了好多啊！没想到郑少这么看得起我啊！我必须要敬郑少。陈飞宇连干3杯，他知道郑谦比他有钱，不敢得罪。一个人来的吗？一个人刚来。那正好，坐下吧，跟我们一块喝。郑少威武，那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，蹭您的局了。陈飞宇谁都没有挨着，规规矩矩的坐在卡座最边缘的位置。接下来的几轮依然是玩头，几杯酒下肚，郑谦看准时机，突然开口：“飞宇，你和安吉拉是什么关系啊？”陈飞宇心头猛地一紧，脸色瞬间微变。我之前是做短视频运营的，勉强算是安吉拉的上司吧。她是我挖过来的，我们就是普通上下级关系。她现在也不在我手下了，我们是正常的朋友关系，绝对不是郑少您想象的那样的。那你有没有潜规则过安吉拉？此言一出，全场皆惊。秦雪莉、艾清月、星星的眉头都紧皱起来，安吉拉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，但她死死咬着嘴唇，不敢发怒。这个没有，郑少您误会了，绝对没有。那其他妹子呢？你做运营的，没潜规则过别的女网红？也没有啊，绝对没有。哦。郑谦端起酒杯，轻轻晃动着，眼中闪烁着掌控一切的光芒。陈飞宇和安吉拉两人虽然恨得牙痒痒，但脸上依然不得不挤出僵硬的笑容，陪着郑谦举杯，一饮而尽。郑谦看着他们的窘态，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畅快。这比直接让保安揍陈飞宇一顿爽多了。这两个人现在应该都很恨我，但脸上仍然得对我笑嘻嘻的。我端起酒杯，他们还得笑眯眯的陪着。没钱你试试。喝的有点多了，脑子有点转不过来。要是问的不该问，你们可千万别生我气啊！郑少说笑了，哪有呀，郑少？就是，郑少您随便问。我去个洗手间。我陪你去吧。我是去放水，你跟着去干嘛？帮我解裤腰带啊！秦雪莉脸颊微红，愣了一下。艾清月和星星笑了起来。郑谦转身离开，秦雪莉有些尴尬的坐下。郑谦走进酒吧洗手间，拧开水龙头，用冷水洗了一把脸。镜子里的他面色泛红，眼神却异常清醒。刚刚玩头子输得有点惨，再喝下去肯定要出洋相了。不过99%的事情都能靠钱解决，喝不过玩不过，我能摇人帮我啊！郑谦走出洗手间，对正在不远处巡视的销售经理招了招手。哥，什么事儿您吩咐？你们这儿有没有能喝的玩头子厉害的？有，我们这儿高手如云。有的话叫来我的卡座喝酒，我再点一套大神龙。销售经理看着郑谦泛红的脸，心中有些好笑。 4个妹子都灌不醉你，还得找人帮忙，确实有点弱。但一想到又是一套大神龙，他立刻眉开眼笑。好嘞哥，我马上安排，您放心。郑谦回到卡座，不久后，销售经理就带着一位近路走了过来。他与其他的酒吧女郎不同，运动装在他身上反而显得干净利落，充满力量感，散发着一股独特的女王气质。哥，这是我们酒吧销售组的小组长近路。可惜了。 就凭这长相、身材、气质，要是从事点上得了台面的职业，绝对大把的人为他砸钱。为什么非要来酒吧做销售呢？听说酒吧销售为了业绩，不惜出卖灵魂。哎，郑少，我是近路，您叫我双双就行。会玩头子吗？会。玩得好吗？还可以。那来帮我玩吧，再上一套大神龙，刷卡。 花费88888元，系统返现888880元，已到账。系统返现的声音让郑谦心中大定，全场音乐再次戛然而止，干冰喷涌而出的雾气比之前更加浓郁。聚光灯足足在郑谦的卡座上停留了半分钟。销售经理激动得满脸通红，拿起话筒大声喊道：“65号卡座郑少，再次加点黑桃 A 大神龙一套！”全场为郑少欢呼，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和尖叫。艾清月、星星、安吉拉。 陈飞宇4人面面相觑，脸上的震惊之色无以复加。2套大神龙，1套小神龙，已经20来万了，我怎么早没看出来呢？要是没钱，他哪敢约我出来？早知道就不喊这3个女人了。现在可好，原本是我的男人，现在我还得跟他们抢。郑谦手持手机，屏幕上赫然显示着银行卡余额2666640元。他站在喧嚣渐远的街头，夜风吹过，让他头脑更加清醒。266万，一晚上。 赚了200多万，这种感觉真是奇妙。金钱的硬实力，现在我不用再担心了。但软实力、品性、格局、气量，富爸爸穷爸爸里说，对财富的认知决定你能掌握多少财富。我之前想着有了钱就去买别墅，
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。今晚的一切让我想通了很多。郑谦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屏幕上显示出秦雪莉发来的微信消息：房间我订好了，香格里拉9694。呵，香格里拉9694。他想起秦雪莉之前在酒吧里耳边低语的那句要是忘在公司了，没办法回家，以及自己转给他的5200元，他明白了，那是他最后的试探和铺垫。现在这间房号就是赤裸裸的邀请。秦雪莉的邀请很直接，但我的兴趣点已经转移了。香格里拉的9694，就让它暂时空着吧。他将手机放回口袋，眼神坚定地望向远方。他知道今晚只是开始，他的软实力提升之路才刚刚起步，而近路是这条路上第一个也是最迷人的谜题。是时候去会会这位女王了。正想着，郑谦就收到近路发来的微信消息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刚忙完，郑少睡了吗？没有。你现在在哪？路上瞎溜达，醒酒。发个定位。郑谦发了定位。10分钟后，一辆普通的电动车缓缓停在了郑谦身边。近路穿着那身束腰运动背心，长发扎起，坐在车上，英姿飒爽。上车。你就开这个接我啊？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。近路载着郑谦来到一家深夜营业的餐馆，整条街只有这家店还亮着灯，里面食客不少，生意兴隆。老板，1份韭菜炒鸡蛋，1份红枣炖生蚝，1份甲鱼煮牛肉，再来1份腌山药。郑谦听着这些菜名，眉毛一挑，好家伙，这几样菜全都是强盛的吧？今晚是怕郑谦不行。为什么请我吃饭？看你有钱，想跟你认识一下。她不像欣欣、安吉拉之流的夜店女，砸了那么多钱，好感度却纹丝不动。她这种直白，是真的想认识我，还是在广撒网？多脸鱼能在红色蔷薇玩的，哪个不是有钱的？你更有钱呗，哈哈哈。她现在这么说，是真话还是假话？她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餐馆老板端着菜走过来，郑谦灵机一动，拦住了他。老板，他是不是经常请男人来这里吃饭啊？餐馆老板一愣，随即看向近路，近路也愣住了。他没想到郑谦会问这种问题，他对餐馆老板摆了摆手：“你先走吧。”餐馆老板识趣的离开了。近路从餐桌对面起身，径直坐到郑谦身边，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夜店陪客户喝酒，就是那种比较脏、比较随便，还很拜金的女人？我倒还真没有这么觉得，只是好奇而已。近路伸出纤细的葱葱玉指，轻轻抬起郑谦的下巴，让他被迫仰视着他。你好奇是吗？郑谦此刻完全被他的气场压制，只能被迫连续点了3下头。那你今天晚上跟我回家，长夜漫漫，我讲给你听。好，我越来越喜欢他了。然而，他习惯性的看了一眼近路头顶的好感度，却发现他依然停留在10点，纹丝不动。郑谦开始怀疑系统是不是出错了。他的笑，他的勾引，他的暗示，看起来如此自然，不像是装出来的，但好感度却一点都不变，只能说明这个女人的段位非常非常高。要是没经历过几十个男人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心性和境界？那要不现在就去呗。你怎么这么猴急啊？总得先填饱肚子吧，饿着肚子怎么办啊？郑谦被他一句话堵得哑口无言，他确实有些猴急了。几道菜陆续上来，郑谦也不管肚子饿不饿，开始猛吃猛塞。近路说的有道理，反正都决定要去他家过夜，也不差吃饭这么一会儿。更何况把这些强盛的菜吃了，晚上才有更强的精力办事儿。郑谦和近路走出餐馆，夜色深沉，霓虹灯在街头闪烁。你家在哪儿啊？你真想去？不是吧，他不是玩真的，你就不怕我趁你睡着了割你的肾？逗你呢，都这么晚了，肯定要带你回去呀，不然岂不是对你不负责任？近路那魅惑的眼神像电流一般击中郑谦，他瞬间被电得酥麻，感觉魂都要被勾走了。他忍不住再次看了一眼近路头顶的好感度，依然是10点，纹丝不动。这女人好感度怎么还是10点？她这是在玩火啊！走吧。近路再次骑上电动车，郑谦毫不客气地坐在后座上，借着一股酒劲儿，他直接搂住了近路的细腰。你干嘛啊？我喝的有点多，晕车。这是电动车，电动车也晕。搂就搂了，别摸我，好嘛，我怕痒。10几分钟后，电动车驶入一片高端住宅区——江山国际别墅区。郑谦看着周围豪华的别墅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你住这里？我租的。两人进入其中一栋别墅，郑谦环顾四周，别墅宽敞而精致。你为什么住这里啊？一个人有必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吗？你想知道吗？近路突然抓住郑谦的双臂，猛地一用力，将郑谦整个人壁咚在墙上。郑谦的背部和墙壁发出一声闷响，近路的烈焰红唇慢慢靠近郑谦，两人的鼻尖只有几公分的距离，呼吸可闻。干嘛？你买房吗？郑谦瞬间懵了，他脸上的期待凝固。他本以为会有一个美妙的夜晚，结果上来就是问他买不买房。他是房屋中介，除了酒吧还有这份兼职，他就这么缺钱吗？近路离开了郑谦，
走到开关处，把房间里的灯全部打开，别墅瞬间灯火通明。他开始环顾四周，像专业的销售员一样。郑谦彻底傻眼了，这哪里是请他回家讲故事，分明是带他来看房背诗啊！你买，我就嫁给你。系统音效响起，进入头顶的好感度显示瞬间从10点直飙至80点。原来最后一句才是重点，买了房就嫁给我。郑谦看着进入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你带几个人来过这里啊？只有你一个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看起来比较老实，没有什么城府，不是坏人，所以我才敢晚上把你带到家里来啊。当然，也因为你比较有钱。郑谦苦笑，怎么老实人总是被一眼看穿？脸上难道写着老实人3个字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这里原来就是我家。我爸因为染上不良嗜好，把全部家当都输光，被判了20年。在进去之前，千叮咛万嘱咐说，这套房子是留给我的，让他自己在牢里过半辈子都行，不让我把这套房子卖掉，不然他就不认我这个女儿。我爸虽然进去了，但是他的外债都是高利贷，利滚利，利滚利，一辈子也不可能还完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房子给卖掉，替他把那些债给平了。现在我爸还有2个月就要出来了，出来之后肯定要住进这套房子，所以我就暂且租下了这里。这些年我攒了差不多300万，但距离买下这套房还差很多，2个月时间我肯定是赚不到那么多钱的，所以才想到让你买下这栋别墅。多少钱？2300万，你出2000万，我出300万，房子写我们2个人的名字，买了我就嫁给你。我要先问你几个问题。你说。有没有一夜风流？没有。有没有婚史？没有。身子干净吗？这一点你可以放心，我虽然在酒吧工作，但一向洁身自好。这些年我忙着赚钱，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，更不用说找对象了。一道耀眼的光芒从郑谦的手机屏幕中射出，随即在空中凝聚成一行巨大的文字。系统提醒：宿主郑谦已经碰到人生真爱，是否愿意娶进入为妻子？如宿主愿意，将会获得3000万恋爱基金。系统自动解绑。郑谦彻底惊呆了，他与进入才认识2个小时，这就真爱了？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吗？拒绝！我如果娶进入，系统补偿的3000万刚刚够买下这栋房子，那以后呢？我月薪6000块，拿什么给他幸福？我不能失去系统。好，我买了。真的？明天就买吧。你是做什么的？不能见光，上不了台面。还故意卖关子？哎，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嘛。像你这样比较老实的人，说割肾都害怕的，敢做什么见不得光的生意啊？那你先去洗个澡，我去给你找一套换洗的衣服。郑谦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心跳再次加速。这场交易之后，真正的夜晚终于要来临了。客厅里，进入正抱着一床被子，在沙发上整理，似乎在铺床。他穿着一件舒适的棉质家居服，少了酒吧的魅惑，多了几分居家气息。啊，你出来了，这么快？你这是干嘛？帮你铺床啊，晚上你睡客房。我睡客房？对啊，不然你还想睡哪儿？不行，我要主卧。行，那你睡主卧，我睡客房，行了吧？这个是重点吗？主要你这房子太大了，我一个人睡没有安全感，我很怕黑，要是半夜闹鬼啊什么的，我被吓到了怎么办？你也知道，就这种大房子特别容易闹鬼。我昨晚还做噩梦，梦到进入看着郑谦拙劣的演技，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行了，别演了，那你先上楼吧，房间在2楼，我收拾一下就过去。郑谦表面镇定，心里已经乐开了花。他噔噔噔地就往2楼跑。第2天早上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卧室。郑谦醒来时已经是日上3竿，他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10点多了。手机上有主管李涛发来的微信消息，约他晚上喝酒。一定到。客厅里传来一阵舒缓的音乐。郑谦走出卧室，只见进入正穿着一套黑色的运动服，在瑜伽垫上做拉伸运动，汗珠从他额头滑落，阳光打在他身上，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边。你醒啦？你几点起的啊？6点半。郑谦心中惊叹，他可是3点多才睡，现在还困倦不已。进入却已精神饱满地运动了几个小时，这种自律和毅力让他由衷佩服。我做了早餐，无糖燕麦脱脂牛奶，你可以去吃一点。郑谦走进餐厅，看着桌上的早餐。6点半起床，戒糖低脂，这生活简直是苦行僧啊！我曾尝试过，但1周都坚持不下来。简单吃完早餐，2人便打车来到大悦城。进入坐在出租车后座上，主动牵起了郑谦的手，脸上带着自然的笑意。不是说好去买车吗？虽然知道你对穿着不太讲究，但我还是想先给你买一身衣服。2人进入大悦城内的多家高端服装店，进入目光毒辣，品味一流，帮郑谦挑挑拣拣，选了好几套衣服，正装、休闲、日系、高阶等不同风格，鞋子买的最多。够了，我都拿不下了。
但他心里却无比享受。靳路拿着衣服在他身上比划，认认真真帮他挑选的样子，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被呵护，这种感觉实在太爽了。小姐姐，这位先生原先的衣服给您包起来吗？扔掉。店员愣了一下，但很快便按照靳路的吩咐处理。郑谦心中暗爽，这才是女王的派头。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我给你买。口红用完了，你要是想给我买，帮我挑一套口红吧，随便点圣罗兰就行。郑谦听到圣都说了，让你照着300万选，你在这儿打折扣呢，就选个30万的。那辆多少钱？6.6T 52，优惠完290万左右。就那辆吧，刷卡。等等，你是人傻钱多吗？连有没有现车都不知道，这么就交了钱？啊，那要怎么样？我对于买车也没经验啊，不是交钱就能提车了吗？我来跟他谈。销售经理客客气气地将郑谦和靳路请进2楼的 VIP 洽谈室，还主动倒上2杯茶。这是我珍藏很多年的茶叶，如果不是今天2位，我怎么也不可能拿出来的。能不能给我整瓶可乐？能啊，当然能。销售经理立刻叫来一位新人，小毛，去给老板买瓶可乐。老板，您是要冰镇的还是常温的？要常规的还是无糖的？冰镇的，我不喝无糖。好嘞。对了，老板，您是要今天提车吗？车是给我女朋友买的，具体你和她谈。有现车吗？有的。您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，我们760就这么一台现车，付完款今天您就可以开走。在这个价位，我们的选择其实有很多，甚至可以购置一台跑车或者一辆2手的超跑了。这个你应该是知道的吧？我懂。在靳路据理力争之下，销售经理最终送了5次全车保养，包了购置税、保险等费用，最终价格从290万降到了280万。行，那就这样，刷卡吧。郑谦拿出银行卡，递给销售经理，系统提示音效清脆响起，郑谦手机屏幕上浮现巨大提示：
花费2846400元，系统返现28464000元，已到账。郑谦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一长串数字，眼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兴奋和激动。2800多万，他已经积累了超过3000万的巨额财富。阳光透过车窗洒在车内，郑谦舒服地靠坐在副驾驶，驾驶位上，靳路专注地握着方向盘。红色的跑车如同脱缰野马在城市道路上飞驰。车有了，房在路上，女人嘛。郑谦侧头，眼神落在靳路身上。极品尤物，这飙车技术，外表冰山，内心狂野，反差萌。房东已经约好了咖啡馆，我们现在回去。好。跑车一个漂亮的甩尾，车轮摩擦地面发出尖锐的吱呀声，稳稳停在咖啡馆门口。郑谦推门下车，腿一软，扶着车身干呕了一下，脸色发白。靳路则像没事发生一样，身姿优雅的下车，整理了一下衣领。你开的也太猛了吧！习惯了。咖啡馆门口，一位戴金丝眼镜、西装革履的律师正焦急地张望。他看到靳路，立刻堆起笑容迎上前，伸出手想握手。靳小姐，新车啊，王昭律。王昭律师，怎么不进去等我们？王昭伸出的手僵在半空，尴尬地收回，挠了挠头。他眼神不经意间扫到郑谦，目光停顿了几秒，眉头微皱，似乎有些不解和轻视。郑谦则像个透明人，跟着靳路走进去。咖啡馆内，3人落座，靳路和郑谦坐在王昭对面。王昭正低头翻看档案袋里的文件。这时，一位50岁左右、身材臃肿、烫着波浪头、小眼睛眯成一条缝、双下巴十分明显的女士放下爱马仕包，坐到靳路对面。庞太太，之前我们谈好的别墅购房合同带了吗？带了。王昭立刻拿起合同，与靳路低声交谈，翻阅合同条款。郑谦翘着2郎腿，悠闲地靠在沙发上，眼神瞥向窗外，仿佛一切与他无关。庞太太，您这合同上的金额不对吧？3000万，我们之前谈好的不是2300万全包手续费吗？哎呀，小陆啊，你跟我聊是2个月前了吗？市场行情就是这样，我也没办法。今天不止你约我，还有好几个有购房意愿的人约我见面呢。我卖3000万，已经是很便宜你了。朋友都说这别墅至少值3500万呢。靳路握紧了拳头，指节泛白。郑谦眼神从窗外收回，看向靳路，又瞥了一眼庞太太，眼中闪过一丝玩味。王昭则在旁低声解释着法律条款，显得有些无力。那行，庞太太，您去跟其他人谈吧，这房子我们不买了。靳路拉起郑谦的胳膊，作势要走。郑谦被他突然的动作弄得一愣，但还是顺从的起身。贵点就贵点呗，我不差这点钱，3000万还能多返现呢。不是钱的事，他吃准了我们要买，所以坐地起价，这很不讲究。那咋办？你父亲不是就要出来了吗？先晾晾他，我才不信他真有其他买家，过几天说不定就降价了。万一人家是真的呢？到时候再从其他人手里买，价格可能会更高。靳路没有回答，继续往外走。庞太太则在一旁冷笑，似乎胸有成竹。靳路和郑谦刚走出咖啡馆，王昭律师就小跑着追了出来，显得有些气喘吁吁。靳小姐，合同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金额不在您的预期。改日我再喊您吧，今天麻烦您白跑一趟了。没事。靳路径直走向跑车，准备发动，郑谦却突然拦住了正要转身离开的王昭。等会，你先别走。怎么了？跟你说个事，你如果能去把江山国际那套别墅谈下来，少于3000万的部分都算是你的劳务费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您是认真的吗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我加您个联系方式，后续好沟通。王昭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，手抖得差点拿不稳，迅速扫了郑谦的2维码，两人互加微信。以后跟我联系就行了，你把靳路的联系方式删掉吧。好。靳路发动了车子，驶离咖啡馆。他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郑谦，又转头看向他。你跟王昭说什么了？他走的时候脸色怪怪的。没什么，就是随便聊了几句。他是我大学时候来我们学校做普法工作认识的，没什么不能告诉你的，你其实可以直接问我。哦，是吗？不过我倒是好奇，他好像对你有意思的样子。估计是有一点吧，但他已经结婚了，还有2个孩子，我是不会也不可能去做小三。靳路突然解开安全带，凑过来。郑谦微微一愣，还没反应过来。你放心好啦。靳路的红唇轻轻印在郑谦的额头上，短暂的停留，轻柔而坚定。郑谦瞬间感觉电流从额头窜遍全身，酥麻感强烈，瞳孔微微放大，脸上泛起红晕。以后我只是你一个人的。酥麻的，用者不疑，疑者不用。他真的给了我这份信任与承诺。华灯初上，夜色渐浓，跑车停在一栋居民楼下。靳路从后座拿出一瓶茅台酒，2包中华烟，还有一个精致的礼品袋，递给郑谦。晚上过去总不能空手，这些你拿着，少喝点。你们聊完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。
哦，好。郑谦目送近路的车驶离，他看着手中的礼物，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微笑。我和涛哥的关系本来不用这么虚的，但近路她一个女人，却替我把一切都考虑到了，滴水不漏，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郑谦走出李涛家门，给近路发了条短信，李涛也跟了下来。他似乎想亲眼看看郑谦这位能干的女朋友。小谦啊，这一辆崭新的红色宝马760了啊，挂着临时牌照，悄无声息地停在路边，车窗缓缓摇下，露出近路高贵冷艳、女王般的气质侧脸。他微微一笑，看向郑谦：“涛哥，那我走了啊，你回去吧。”李涛看到车，又看到驾驶位上的近路，整个人再次呆住，他嘴巴微张，彻底被眼前的景象震撼。这简直是妥妥的白富美啊！这他妥妥的白富美啊！郑谦这小子真是叫了狗屎运了。李涛拿出手机，迅速敲打了几下，然后他带着复杂的心情转身缓缓上楼。郑谦看着手机屏幕，李涛发来一条消息：“你小子可真牛！”他忍不住傻笑起来。喝了多少啊？笑成这样。哈哈哈，没喝多少，不信你闻。喝了酒你还来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是猛男。我不信。那我一会让你彻底信。好啊，只要你可以的话。夜幕下，江山国际别墅灯火辉煌，郑谦被近路扶下车，他的脸颊通红，身体瘫软，嘴里还在念念有词：“就这啊，就这啊，猛男。”涛哥一定是给我喝了假酒，后劲儿怎么这么大？你别得意。近路嘴角勾起一抹骄傲的笑容，扶着他走向别墅大门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。有觉悟，知道自己犯下了弥天大错，主动离职。在你手底下干，那才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丁鸿飞的脸色瞬间长成了猪肝色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周围的同事们都倒吸一口凉气。郑谦，你说什么？你有种再说一遍。还有，我明摆着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故意迟到的，就是要给你难堪，就是要让你在同事面前丢人。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，郑谦，你信了你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你算老几？开除也轮不到你啊！你问问大家伙儿，主管有开除员工的权利吗？郑谦顿了顿，眼神扫过在场的同事们，让他们不敢直视。然后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丁鸿飞，语气更加平静，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。还有，我进门就到人事递交了离职，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。丁鸿飞如遭雷击，呆立当场。秦雪莉更是震惊地捂住嘴巴，周围的同事们更是鸦雀无声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不可思议。郑谦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抱着一个纸箱子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。
公司楼下，郑谦将纸箱放下，从中拿出几本工作笔记，其余的资料和杂物毫不犹豫地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他眼中没有一丝留恋。郑谦掏出手机，接起电话：“喂，王昭律师。”郑先生您好，我已经和庞太太谈妥了，您看咱们什么时候方便，约个时间把合同签了。还是那个咖啡馆，我现在过去。好。郑谦抵达咖啡馆，王昭已经等候在那里，庞太太和庞先生也坐在那里。谈了多少钱？2200万，比原来还少了100万。我调查了一下庞太太的背景和社会关系，发现庞先生的公司近3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，最近又吃上了官司，急需一笔现金来赔偿原告。我直接就找到庞先生摊牌，如果不卖的话，就会被冻结江山国际的房产，到时候走拍卖的程序，估计连1500万都卖不了。最终他们同意以2000万的价格出售给我们。郑谦心中了然，他知道这背后王昭必然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金钱，但他不在乎，他要的就是让靳路出口气。为了区100万，搞得这么麻烦，现在1分钱没赚，还少卖了300万，活该！靳路马上就到。那咱们要不先进去？庞太太和庞先生今天都来了。郑谦落座，对面是庞太太和庞先生。庞太太一脸衰相，眼中充满了后悔。庞先生冷冷地瞥了一眼身旁的庞太太，显然没少因为这件事而责骂他。早点卖不就好了？坐地起价，到头来还少卖了300万。郑先生，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那样做。靳小姐今天没有来吗？我当面向她赔礼道歉。话音刚落，咖啡馆的门被推开，靳路火急火燎地赶到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庞太太看到靳路，立刻起身向他深深鞠躬。靳小姐，实在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，耽误了您的宝贵时间。靳路一脸懵逼，完全搞不清状况。他疑惑地看向郑谦。靳小姐，庞太太已经同意将这笔房产以2000万的价格卖到了，只要您在这里签个字，江山国际7号楼的房产就属于您了。靳路傻傻地看着郑谦，再看看合同，又看看一脸憔悴的庞太太，他完全想象不到郑谦究竟做了什么，能让这个守财奴不仅松口，还降了300万的价格。快签字吧，签了字就是你的了，我好给庞先生转账。房子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吗？只写你的。如果写2个人的名字，系统会不会判定违规？不给返现，只写靳路一个人的名字比较保险一点。靳路的眼神再次看向郑谦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。他最终还是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花费2000万元，系统返现2亿元，已到账。2亿到账，我挣钱。郑谦将2000万转给庞先生，庞先生和庞太太收到钱后，如释重负般快速离开了咖啡馆。紧接着，王昭的手机也响了一下，他收到800万转账，眼神再次流露出敬畏。靳小姐，郑先生，你们先聊，我先撤了。王昭快速离开，靳路坐到郑谦身旁，玉手搭在郑谦手背上，用极其魅惑的眼神和语气询问：“你做了什么？庞太太为什么会同意2000万就卖掉江山国际那套别墅？怎么就连庞先生也来了？还有，我来的时候给王律师发消息，以为你出事了，却看到一个红色的感叹号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王昭把你拉黑了，这事儿我可不知道啊，冤枉！回家吗？给你做了午饭，都快凉了。好。郑谦走进望月楼，乘坐电梯来到高层，李涛已经等在那里，身旁还站着一男两女。小谦，来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。李涛先指向一个30岁出头的男子，这位是陈伟强，陈总，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老客户。陈伟强主动伸出手，脸上带着商业性的笑容。喂，强哥，你好，幸会，差点喊成伟哥，幸好改了。你好，你就是郑总吧？幸会。李涛尬笑了一下，随后指向一位身着白色长裙的女士。这位是刘诗琪，刘总。刘诗琪对郑谦微微颔首，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和不屑。普通一本，6年时间成为3家公司大股东，基金创始人，这可不是单凭硬实力能做到的。刘总您好。你好。5人登上16楼的包厢，望月楼每个楼层只能容纳1桌客人，视野极佳。落座后，服务员开了2瓶罗曼尼红酒，众人
以后向您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。陈伟强微微一愣，注意到郑谦和李涛之间的情谊，连忙补充了一句：确实，李涛的业务能力很强，肯定能超出我预计的胜任经理这个职位，而且他的待遇算是很特殊的了，将来公司上市之后也是会分股份的。李涛激动的脸都红了，刘诗琪则始终保持着沉默，眼神中对郑谦的鄙夷之色愈发明显。陈伟强看向身旁一直沉默的助理倩倩，倩倩，你一会让法务准备一下合同，联系一下工商方面，先把这个东西给申报上去，合同明天就签。倩倩立即点头，好的。原来她叫倩倩，是陈伟强的助理。突然，包厢门被敲响，谁啊？进来。门被推开。哟，韩哥，老姜，快来坐，快来坐。哈哈哈，听说你小子在16楼，我就上来敬杯酒。吃了没啊？要不坐下来一块吧？行啊，正好还没吃。陈伟强让服务员加了餐具，随后看向郑谦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公司新进来的副总郑谦，郑总。韩华浩和江涛都好奇地看向郑谦，郑谦也站起身，礼貌地微笑着。郑总看来很有能力啊，年纪轻轻就做了强子的副总。韩华浩，郑谦，您叫我小谦就行。江涛，你好，你好。郑谦与韩华浩、江涛握手寒暄，韩华浩和江涛两人气场强大，谈吐不凡。众人边吃边聊，气氛融洽。郑谦主动向韩华浩和江涛敬酒，言谈举止中透出真诚与谦逊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众人一起走出饭店。涛哥，一块回去，让我助理送一下你们吧。那多谢强哥了。夏倩倩驾车，郑谦坐在副驾驶，李涛已经被送回家了。车窗外是流动的夜景。郑总，明天上午准备一下文件，再给您收拾一间办公室，下午您就可以过来公司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就是您的秘书了。你不是陈总的秘书吗？怎么明天就成我的秘书了？不知道，这是陈总吩咐我的，估计是您看我的眼神不正吧。我哪就眼神不正了？虽然在饭桌上我确实多看了他几眼，但也没不正吧。我明天就是你的老板了，你这么说话不怕得罪我吗？不怕我给你穿小鞋？我就这个性格，而且我也不怕你给我穿小鞋。我把任何工作都做到天衣无缝，滴水不漏，你想给我穿小鞋都找不到方法。我不是那种物质的女性，你如果想跟我发生点什么的话，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我在陈总身旁都没有跟他有什么暧昧关系，更别说是你了。如果你觉得我跟你不搭调，明天可以跟陈总说一声，让他把我换掉。郑谦看着夏倩倩的脸，眼神中突然闪过一丝光芒。不是个物质的女性，那不就代表着自己在她身上可以无限制地刷钱，让系统返现？而且她这性格倒是挺让人欣赏的。夏倩倩好感度30点，不用换了，就你吧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刚刚都那样说了，他竟然不换我。其实已经做好了被换掉的准备，甚至有点希望被踢开，继续跟着陈总能学到更多东西。这个郑谦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？我觉得你精明强干，聪明好学，应该会是我身边的一个好帮手。我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车子刚好开到江山国际别墅门口，你回去吧，明天公司见。好的，郑总。除了可以赚钱，他确实很不错。陈伟强大概也是看中他的性子和做事风格，才放心的把他给我吧。只要他不是陈伟强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，今后用起来应该会很顺手。别墅1楼和2楼灯火通明，郑谦推开门，客厅里，靳路正在沙发上看书。他听到开门声，立刻抬起头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喜悦和关切。你还没睡？你说你要回来，我就一直在等你。给你熬了醒酒汤，我去给你盛一碗，喝了晚上睡得舒服。郑谦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咕咚咕咚喝下2碗醒酒汤，感觉身体瞬间清爽了不少。那你明天有空吗？我带你去健身房吧。我昨天把健身房的工作辞掉了，但在那边认识几个人，可以腾个场地陪你练一下。你是健身房私教？之前为了赚钱，我有3份工作：健身房、私教、酒吧销售。还有呢？还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咖啡店，偶尔会去看看。好家伙，怪不得靳路能在叶北这座城市里生活，还能攒300万，合着是一位时间管理大师啊！一个自律的人真的很可怕。好，明天上午可以，但不知道能不能起得来。我叫你。郑谦已经换好了运动服，和靳路一块走进了健身房的瑜伽区。靳路准备教郑谦第一个拉伸动作。你的腰椎不太好，我先带你做一下拉伸。就在这时，一帮男教练结伴走过来，脸上堆着殷勤的笑容，围住了靳路。静姐，吃饭了吗？怎么中午这个点过来啊？静姐，这是我中午从家里带来的便当，你要不吃点？一边去，这是你女朋友给你做的，借花献佛也没你这么献的。男教练的脸色瞬间涨红。我已经吃过了，不用操心我，你们忙你们的去吧，我带我男朋友做一下拉伸。对了，你们下午有课没？等会儿用一下你们的私教区。靳路后半句话，这些男教练可全都没听进去，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都定格在靳路说的男朋友这3个字上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脸上写满了震惊、嫉妒和困惑。郑谦则站在靳路身边，脸上带着一丝享受的笑容。
仿佛对这一切了然于心。你是静姐的男朋友吗？我叫段祺然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哼！郑谦看着段祺然的脸，眼中没有半点高兴，甚至带着一丝敌意。郑谦瞬间明白了，这帮人全都是进路的追求者，把我当成情敌了。郑谦，两人握手，段祺然的手有力，而郑谦的手掌轻薄。段显然触碰到郑谦手心的茧子，那是长期敲打键盘留下的，而非撸铁的痕迹。文弱书生，没有块头，也没有练过什么搏击项目，占用你们的地方多不好意思。既然你们下午没课，我把你们全包了吧，在旁边看着我练，避免我受伤。几个私教面面相觑，脸上写满了震惊。私教课310小时，段祺然这种是510小时。我们7个人，1个小时大概是3000块，下午就算3个小时，这就1万块花出去了。关键是还什么都不用我们干，就在旁边看着郑谦练。众人瞬间醒悟，眼神从敌视转变为羡慕。这小子看起来资质平平，但花钱如此手笔，肯定是个富二代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富二代，是能拿下进路的富二代。这该多有钱啊！这该多有钱啊！你不用，没事，总不能白白用人家的私教去刷卡。一位男教练屁颠屁颠地接过银行卡，跑到前台刷了3个小时的费用，差不多1万块钱，然后又屁颠屁颠地把卡还给郑谦。谦哥，那您先跟静姐拉伸一下，做点热身运动，我去给您准备毛巾。谦哥，我去给您拿水，您是要冰水还是常温的？谦哥，我去给您冲杯蛋白粉，快速恢复能量的。您一会练什么项目，跟我说一声，我提前去帮您亲人。谦哥，几个私教瞬间变成了郑谦的哈巴狗，围着他各种献殷勤，只有段祺然一人脸色阴沉，皱紧眉头。这群人还练那么大块头了，都是软骨头吗？在女神面前给人当狗，脸都不要了。嗨！郑谦开始做拉伸运动，靳路亲自上手帮他纠正动作，拉韧带，动作标准而温柔。随后开始锻炼一些简单的器械，靳路专业的指导让郑谦感到舒适而有效。靳路实在是太强了。其他几个男私教则围在一旁，积极的递毛巾、递水，更有甚者，主动帮郑谦擦汗。擦汗我就自己来吧，你们歇着去吧，别跟着了。郑谦感到有点后悔包下他们了，因为这几个人实在是太殷勤了，每换一个器械，他们都跟屁虫似的跟在身后，不断的帮他加油打气，让他成了健身房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引来无数异样的目光。去，都去歇着吧。这时，段祺然走了过来，他刚刚一直在旁边看着，靳路各种姿势贴近郑谦，很耐心、很温柔地指导郑谦使用器材。这种待遇是任何男人都没有享受过的。段祺然心里很不是滋味，醋意满满。兄弟，有没有兴趣跟我学散打？没兴趣，我只对泰拳有兴趣，散打还是算了。散打和泰拳其实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的，要不我先带兄弟体验一下。段祺然，你想干嘛啊？不干嘛啊？刚刚他们又是递毛巾，又是递水，还有擦汗的，事情都让他们做完了，我收了他的钱，怎么着也得做点什么吧。有话你就直说，别搁这儿阴阳怪气的。双双，我觉得他配不上你，你为什么要选他做男朋友呢？是因为他有钱吗？靳路听到双双2字，以及他质疑郑谦的话语，整个人身上瞬间充满了杀气。他不再顾忌形象，猛地拽住段祺然的衣服。别喊我双双，你不配喊我双双。靳路用力，直接将段祺然塞进了旁边的八角笼。你想打是吗？那你来跟我打吧。靳路霸气地将段祺然拽进八角笼，所有人都被震惊了，稀里哗啦的人群围在八角笼外面，翘首以盼，就连健身房老板侯建业也不声。双双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没必要生气啊。我说了，不要喊我双双。靳路直接踢出一记干净利落、异常标准的右边腿，段祺然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大腿后部受到重创，身体晃了一下。我真不是这个意思，靳路，你误会我了。误会？怎么可能误会？他刚刚那样说，明摆着是露郑谦面子，想要跟郑谦上擂台。我有这个责任，替郑谦找回面子。靳路紧接着又是一记边腿，精准的再次踢中段祺然。靳路，你别打了，再打我还手了。双双，你下手轻点，打坏了要赔人家医药费的。这什么人啊？俗话说看热闹的不怕事大，你可是静姐的男朋友啊，竟然这样说。段祺然果然被郑谦的话激怒，他将双臂抬起，做了一个标准的拳架，眼神变得锐利。然哥，你下手轻点，别伤到静姐，是让着点劲，别弄伤呵呵，谁要他让？靳路再一次使出边腿，段祺然提前预判，伸出双手准备接住靳路的腿，但没想到靳路的右边腿只是一个幌子，刚刚伸出一点点距离，就迅速收了回去。紧接着是一个高高的转身左边腿，靳路的左腿精准地踢中段祺然的脸。天哪！段祺然身体强壮，没有倒下，但脑袋已经被靳路踢晕了，摇摇晃晃地用双臂防守。靳路抓住机会，右手挥出，狠狠打在段祺然左脸上，收回来时又反肘打了段祺然的右脸上，段祺然的脸直接出血，重重地倒在地上，陷入昏迷。全场倒吸一口凉气，鸦雀无声。靳路竟然把段祺然给打倒了，那可是省散打队季军啊！那靳路的散打实力该有多恐怖？散打实力该有多恐怖？我也看傻了，靳路竟然真的会散打，而且还这么强，怪不得刚刚见面的时候
这帮男教练都跟他的小弟似的。靳路俯瞰着台下众人，然后冷酷地走出了八角笼。你真会散打啊！靳路连续点了点头，眼神中带着一丝骄傲。露露，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？没什么，这小子欠打。我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我男朋友郑谦，这位是这家健身房的老板侯建业，侯老板。侯建业诧异了一下，带着一丝审视又热情的眼神，和郑谦握了握手。原来是郑总啊，有空就过来玩，这里随时欢迎你，有事直接叫我就行。那就谢谢侯老板了，今天练得差不多了，要不你去洗个澡吧。郑谦点了点头，去冲澡。郑谦简单冲了个澡出来，头发还是湿的。靳路立刻迎上前，这么快啊？你头发还是湿的呢，我帮你擦吧。靳路拿着毛巾，亲昵地帮郑谦擦拭头发，然后又拿出吹风机，仔细地帮他吹干。周围的男教练和客人都看到这一幕，无一不心里挠痒痒。金露要是我们的女朋友，那该多好啊！能让金露帮忙擦头发，还用吹风机仔细地帮郑谦吹干，这也太幸福了吧！我们要是能享受一次这样的待遇，死了也值了。行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自己来吧。害羞什么？你昨天换下来的内裤还是我洗的呢。靳路此言一出，全场再次陷入死寂，所有男性的表情瞬间僵住，眼中写满了绝望、苦涩和难以置信。都已经帮郑谦洗内裤了，那显然已经是在一起过夜、住在一起了啊，否则怎么可能拿到郑谦换下来的内裤？心目中的女神一天就被郑谦给拿下了。靳路驾驶着车，郑谦坐在副驾驶，车窗外是快速移动的城市街景。王律师走了吗？没呢，郑少，今天晚上的机票有什么事情吗？来陈总公司一趟，帮我看一个合同。好的，郑少，我马上就过去。郑谦收起手机，看向靳路，送我到公司就好，你回去吧。好，路上小心。靳路的车停在公司大楼前，郑谦下车，他拿出手机，拨通了陈伟强的电话。陈总，我已经到公司楼下了。很快，陈伟强匆匆忙忙地从公司大楼里跑出来，脸上带着热情的笑容。郑总，您过来了，快跟我上来吧，我和刘总正准备联系你呢。陈伟强搂着郑谦的肩膀，两人一同走进公司大楼。会议室里，一张长桌前坐着3个人，刘诗琪，还有2位律师，殷律师和罗律师。刘诗琪依旧是那副高冷精致的模样。这位刘总不用介绍了吧？这位是我的律师殷律师，这位是刘总的律师罗律师。郑总您好，郑总，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份股权书以及跟股份相关的法律条文，还有您将要担任的职位以及待遇问题。罗律师在一旁补充说明，两人专业而细致。对了，我们还没有聊薪资方面的事情。郑总，您对薪资有什么看法？我不是来打工的，我是来扩展人脉，提升自己的。至于拿多少钱，我不在乎。我想赚钱的话，只要给女人花钱就行了。但如果1分不拿的话，好像也不太合适。刘总拿多少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咱们公司也算刚起步，薪资方面都不是很高，我拿3万，刘总的话拿2万。那我和刘总一样吧。刘诗琪本来倚靠在椅子上，一脸高冷，听到郑谦要跟他拿一样的薪资，不禁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，嘴角微微勾起。我和郑谦主要是吃公司的分红，倒不是觉得郑谦不能拿2万5，只是他觉得自己跟我一样，真是可笑。行，那就2万5，要不要您再找一位律师帮忙看一眼？我已经找律师过来了。就在郑谦话音刚落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屏幕显示王昭发来消息，说他已到楼下。直接上来吧。片刻后，会议室的门被敲响，王昭西装革履，一副社会精英的打扮，推门而入。陈总、刘总、王律、巡长、小英、小罗，你们也在这儿啊？好巧。刘诗琪的表情从惊讶变为一丝气愤。王昭居然是郑谦的律师，他可是我的律师学长啊！我3番5次想请他服务，都被他推掉了，说业务调动，身在魔都过不来。凭什么郑谦一个电话就把他给叫回来了？是我给的钱不够多，还是面子不够啊？郑少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王昭的郑少2字，让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陈伟强、刘诗琪、殷律师和罗律师都愣住了。王昭居然喊他郑少，这什么情况？一个魔都红圈的精英律师，除了面对大金主，才会有这样的态度吧？难道郑谦是王昭的大金主？不像啊！但如果他不是，又该怎么解释王昭的这一行为？他不是吃软饭的男人，他绝对不是吃软饭的男人。没事，既然你们都认识，那就好说了。先坐吧，看一眼合同，没问题我就签字了。好的，郑少，我现在就看。王昭仔仔细细地翻阅了一遍合同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奇。郑少居然要以3000万的金额买入陈北强公司24%的股份，这应该只是郑少名下其中一项资产吧？毕竟人家随随便便买一套房子就愿意花3000万，为了给靳路出口气，不惜一掷千金，花800万律师费交由我处理。这笔钱放在陈磊强这里，属实是小打小闹了。郑少，我看过了，这个合同没有问题。既然没有问题，那我就签字了。郑谦拿起笔，在合同上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的名字，随后用手机将3000万这笔钱打入了公司账户，交由财务处理。好，恭喜你郑总，正式成为我们公司的一份子。欢迎你，郑总。这个欢迎
怎么听怎么假。不过无所谓，我没有放在心上。简单客套几句之后，郑谦将3位律师打发走。陈伟强亲热地搂着郑谦的肩膀走出会议室，刘诗琪紧随其后。陈伟强带着郑谦来到开放式的办公区，所有员工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，好奇地看向他们。大家先停一下手里的工作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郑谦先生今后就负责公司的公关和部分内容业务。大家欢迎郑总。办公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欢迎郑总，欢迎。倩倩，你过来，把郑总拉到咱们公司群里，然后带郑总去他的办公室吧。郑总，他以后就是你的秘书了。你要是对办公室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可以跟倩倩说，让她去改。郑谦点点头，和夏倩倩互相加了微信，然后进入了公司群。手机屏幕上，公司群里瞬间被各种消息刷屏。欢迎郑总，欢迎郑总。你们好，以后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郑谦看了一眼公司群的人数，大概在68个，规模还不小。紧接着，他在群里发了一个大红包。谢谢郑总，郑总大气。谢谢郑总，郑总大气。谢谢郑总，郑总大气。夏倩倩走在前面，为郑谦带路。我在群里发红包了，你快去抢一下呗。有什么好抢的？不抢也行，每个人都保底有1000。夏倩倩的脚步猛地停了下来，身体僵住，她猛地转过头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郑谦，眼中充满了震惊。郑谦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。每个人1000，你发这么大干什么？夏倩倩赶紧拿出手机，点开群红包，屏幕上显示着她抢到的1000元金额。她再次抬头看向郑谦，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和审视。先拜拜码头啊，让大家认认我这个副总。郑谦边说边往前走，夏倩倩赶紧跟上。我都管谁啊？你把我手下的人也都拉个群吧。你不发红包，照认你这个副总，完全没必要的。夏倩倩推开一扇门，露出一个布置清新脱俗的办公室。这是你的办公室，看看哪里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郑谦走进办公室，环视一周，一张黄花梨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台苹果一体机，桌上还有精致的假山、流水以及一盆小巧的仙人掌，后面是书柜、沙发和茶几，一切都布置得非常用心。你布置的吗？有什么需要改的，可以告诉我。不用改，就这样挺好的。郑谦坐上那张柔软舒适的老板椅，双腿不自觉地翘在了桌上。之前这可是公司老板才坐的位置，现在我坐了，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那我现在也算是成功人士了。对了，公司可以给你配一辆公车，额度是30万，您看看您想要选哪一款？郑谦放下翘起的腿，眉头微皱。他上楼的时候瞥了一眼停车场，都是奔驰、宝马。30万能选什么车啊？商务。陈总和刘总他们开的什么车？陈总呢是一辆黑色的奔驰 S， 刘总呢是一辆保时捷卡宴。奔驰 S 和卡宴妥妥的都超过了30万啊！他们额度那么高，怎么只给自己30万？是这样的，陈总和刘总都没有用公司给的额度，那都是他们个人的车。那你觉得我适合开一辆什么车？夏倩倩陷入了沉默，似乎在认真思考。没事儿，你尽管说嘛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我觉得郑总适合开桑塔纳。搞笑呢？我倒不是歧视桑塔纳，主要是我现在过亿身家，就适合开一辆桑塔纳。就我这个副总的身份，怎么着也得一辆奥迪吧。郑总，桑塔纳多好啊，和您一样低调，别人以为你是公司员工，实际上你是公司副总，还可以扮猪吃老虎。去，我才不开桑塔纳！我一提起桑塔纳，就想起我被教练车按在地上摩擦的那些日子。怎么说也得比刘诗琪开的要高一个档次，比卡宴高一个档次的是什么车呢？要不就直接买一辆劳斯莱斯吧。我已经是副总了，开桑塔纳像话吗？牌面肯定要撑起来啊！这个以后明天再说，直接归我管的有多少人？6个，其中有1个今天请假了，不在公司。我都是副总了，手底下就6个人。夏倩倩按照郑谦的吩咐，又给拉了一个小群。郑谦在小群里面又发了个红包，这次是每人2000。发红包是不算返现的，不过好在我手底下都是女员工，晚上只要请他们吃顿饭，返现就来了。晚上8点望月楼，我请大家吃饭。郑总大气，郑总，我刚刚看见你了，你好帅。那肯定啊，咱们郑总可是咱们公司的颜值担当。确实，郑总我爱你。郑谦看着群里的名字，感觉有点多，一时半会还记不住，但接下来小群里一个人的发言，让郑谦一下子就记住了。郑总，我今天肚子痛向公司请假了，可能去不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谢谢郑总的红包。郑谦看不到更多信息，他心里咯噔一下。姚曼曼吗？头像不一样，个性签名也不一样，叫姚曼曼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会不会只是同名？应该不会这么巧，就是那个给我戴绿帽子，让我当场抓到，还毫无愧疚之意的前女友。有这个姚曼曼的资料吗？拿过来给我看看。果然，郑谦没安什么好心思，刚成为公司副总，就要开始泡自己手底下的员工了。郑总，我提醒您一下，这个姚曼曼长得确实有点姿色，至于人嘛，我不好评价。让他拿个资料，把我想成什么了？该不会以为我想泡姚曼曼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我只是想看一眼
这个姚曼曼我好像认识。没事，您不用跟我解释，刚刚只是我善意的提醒一下，我去给您拿姚曼曼的资料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秘书，郑谦想做什么，我管不着。夏倩倩离开片刻，很快便拿回一份资料，递给郑谦。郑谦接过资料，翻开，上面赫然是姚曼曼的照片，那张脸和他的前女友一模一样。这不就是我那个前女友姚曼曼？啧，这么巧吗？郑总，您认识她吗？认识，熟人。在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和姚曼曼就互相删除了微信。姚曼曼换了头像，网名各齐恩。如果不是群里的备注，我还真认不出来。哦，那你应该知道她有男朋友吧？你指的是常瑞？姚曼曼，这对狗男女。郑谦努力保持着神色不变，但眼神中已经涌动着复杂的情绪。常瑞的父亲常大山是做木材生意的，也是咱们公司最近在交涉的一名大客户。您如果对姚曼曼有兴趣的话，估计不太容易得手。当然，如果您有副总这个光环的话，我相信你还是可以拿下的。郑谦看向夏倩倩，夏倩倩的表情是那么的平静，仿佛她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说出了一个爆炸性的真相，并彻底误解了郑谦的意图。郑谦的脸上虽然没有表情，但内心已是波涛汹涌。看样子，夏倩倩好像很了解姚曼曼的样子。先不说这个了，你去望月楼订桌吧，按人均2000的标准来。好的，郑总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夏倩倩转身离开了郑谦的办公室，郑谦一个人坐在老板椅上，手里拿着姚曼曼的这份资料，不禁摇头苦笑。原来姚曼曼对外公开的男友是常瑞啊，这可真是有意思了。郑谦坐在电脑前，屏幕上是一款单机游戏，他正聚精会神地玩着。郑谦连忙暂停了游戏，看向走进来的夏倩倩。郑总，车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，用公司的那辆阿尔法，让小崔送您过去。你不去吗？还包括我吗？那当然，你也是我的下属，自然也是我团队的一份子，肯定要去的。我倒没想那么多，我只不过是想用这些人把下午发的那些红包收回来罢了。多一个人就多花份钱。好吧，那我跟他们说一声。夏倩倩走到郑谦办公室外面，拍了拍手。公关组的姐妹们可以下班了，坐咱们公司的阿尔法走。办公室里，其他部门的员工有些手上还有工作，正强迫自己加班。听到夏倩倩的话，他们不由得投去羡慕的目光。公关组的几个人则欢欢喜喜地跳起来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准备去公司楼下集合。郑谦在打完那把游戏之后，整理了一下衣领，也走出了办公室。刚出门，郑谦就碰上了陈伟强。郑总，刚来就这么兴师动众啊？这不是刚来吗？和大家认识认识，改天我再请你和刘总吃饭啊。没事，郑总你有车吗？不信开我的车走吧。不用，我们都坐一辆车就行。郑谦说完，两人又客套了几句，便各自散了。下楼的时候，车子对于我来说，现在确实是刚需品。公司大楼门口，一辆豪华的阿尔法商务车停靠着，一位年轻司机崔小波正站在车旁。公关组的几位女员工已经等在那里。郑总您好，我是咱们公司的司机崔小波，您叫我小崔就行。那么多女同事呢，你也别抽。郑总，我本来也不抽，就是特别给您准备的。郑总，我给您开门。小崔拉开了阿尔法的电控门，给郑谦留了一个正中间的位置。郑谦一上车就被几位美女员工包围了。夏倩倩则坐在副驾驶座上。郑总好绅士啊，我好喜欢。那肯定啊，郑总年纪轻轻就能当咱们公司的老总，身上肯定有过人之处啊。以后咱们可得给郑总好好干呢。望月楼可是陈总和大客户谈生意的时候才去的地方，我可一次都没去过呢。郑总对咱们也太好了。坐在副驾驶的夏倩倩偷偷地瞥了郑谦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弧度。我也给别人打过工，自然知道这些不过是拍我马屁而已，所以也就没有放在心上。阿尔法商务车停在马路边，小崔下车为郑谦一行人打开车门。郑总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有事就直接给我打电话。小崔告辞后，郑谦和女员工们走向停靠在码头边的快艇。钟小瑶刻意坐在郑谦的身旁。去望月岛都是坐这个吗？我不会游泳啊，郑总，要是落了水，你可得救我。不就是请他们团建吗？钟小瑶似乎有点热情过头了。快艇在水面划过，泛起涟漪。钟小瑶娇媚地靠在郑谦身边。郝如雪突然开口调侃：瑶瑶，你上学时候不是跳水队的吗？怎么见了郑总就不会游泳了啊？众人哄笑起来，就连夏倩倩和邓淑欣也都忍不住笑了。钟小瑶脸颊微红，被揭穿的她娇嗔一声：我是见了郑总，都忘了自己会游泳了吗？你真讨厌。郑谦趁着这个机会，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系统面板，上面显示着众人对他的好感度。夏倩倩对我的好感度依旧保持在30点，郝如雪、常梦梦两个人的好感度在45点，何妍妍对我的好感度是35点，钟小瑶最高，直接有50点，最低的是邓淑欣，只有20点。系统的好感度是不会骗我的，我能够从好感度来判断彼此之间的距离。可钟小瑶他们就有点离谱了，才第一次见面就有45到50点的好感度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是我头上这个副总的光环。很快，众人就登岛
来到望月19楼的包厢，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，色香味俱全。几个女孩子见到这种菜肴，自然不忘拿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。啧啧，今天慢慢请假，可惜了，没有这份口福。是呀，没能和这么帅的郑总一块吃饭，太可惜了。我早已经看过了姚曼曼的资料，她因为大学生的身份，所以并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，只是实习生，每天只上半天班。但姚曼曼一直和我说的是学业繁忙，都没时间出校门，周末晚上才能回家。我仔细一想，才发现姚曼曼的谎言连篇。我当初怎么就喜欢上了姚曼曼这种绿茶渣女呢？跟这种女孩相处，她们会榨干男人身上每一分价值，最后不是被绿就是被渣，男人输得一败涂地。怪我醒悟得太晚。郑总，您要不要听八卦？哈哈哈，我们可知道不少关于曼曼的八卦。什么八卦？瑶瑶，你别抢，我来说，这个姚曼曼可不简单了，同时交往了2个男朋友，一个是咱们公司大客户的公子常瑞，另外一个是他在学校的学长。他那个学长一直都被蒙在鼓里，整整供了他3年大学，又是拿生活费又是拿学费，被当成了 ATM 机，毛惨一男的了。对，姚曼曼可真厉害，他还经常以此为例，得意洋洋的向我们分享一男之术，给我们洗脑呢。但是我们都当笑话听。几位女员工都笑了起来，郑谦也跟着他们一块笑，但笑容中带着一丝苦涩。哈哈哈哈！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男的啊？夏倩倩一直观察着郑谦的表情，从他脸上看出了一点异样，好像郑谦不太喜欢听这种话题。她赶紧开口打断：行了行了，这么多菜都堵不住你们的嘴，我可告诉你们，郑总跟姚曼曼可是熟人，你们小心哪天姚曼曼找你们麻烦。没事没事，也不是很熟，跟我在一块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我不会打小报告，也不喜欢有人向我打别人的小报告，其他的都没什么的。郑谦话音刚落，郝如雪好感度+5，常梦梦好感度+5，钟小瑶好感度+5，何妍妍好感度+5，邓树欣好感度+20。郑总可真是宽宏大量啊，和其他2位老总都不太一样。几人纷纷又是一阵马屁，但他们有一点搞不懂，郑谦怎么跟姚曼曼是熟人呢？听郑谦的口气，两人好像关系还挺不一般的。对了，明天你陪我去提辆车吧，总用公司的车，挺不方便的。你要提什么车？我看能不能直接让 4S 店那边把手续都准备好。劳斯莱斯吧。包厢内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众人看向郑谦的眼神都直了。邓淑欣也微微惊讶，这个新来的副总这么有钱，他看上去才20来岁的年龄啊，怎么劳斯莱斯说买就买？钟小瑶好感度+15，郝如雪好感度+15，常梦梦好感度+15，何妍妍好感度+10。郑总，叶北没有劳斯莱斯 4S 店啊，最近的店也得几百公里，可能会等很久。等不了那么久，明天我就要用。那您可能要加一大笔钱。我给你1个亿预算，能拿下吧？夏倩倩猛地抬头，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。我现在就去联系。没事，吃完饭再说。叶北怎么了？不就加点钱吗？1个亿够吗？我只在网上看到过劳斯莱斯，实际上这辆车怎么样我还真不知道。可这回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很想有一辆劳斯莱斯。包厢的门被敲响，紧接着一个穿着花衬衫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，他正是望月楼的老板韩华浩，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推着小车的服务员，车上摆了2瓶红酒以及一个高脚酒杯。郑总，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啊？要不是前台告诉我，都不知道你来了呢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韩华浩说着，便倒上酒要敬郑谦。他同时环视了一周，发现这桌上除了郑谦，竟然都是漂亮妹子，颜值一个比一个高。他的目光在钟小瑶和邓淑欣身上多停留了几秒。好家伙，坐在郑谦边上的那个女人，简直要熟透了。那边还有个雪白的女孩，个子还挺高，郑谦还真不是等闲之辈啊。郑谦看到韩华浩到场敬酒，也赶紧起身回酒。哪儿啊？我这不是刚上任老总吗？就请几个下属吃个饭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郑总，年轻就是好啊。韩华浩最后那句好像话里有话，什么叫年轻就是好？郑总，你一个人受得了吗？韩老板可能误会了，就是单纯的吃个饭而已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哈哈哈。话说，韩总这儿怎么有点监视的味道啊？以后我都快不敢来了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讲，要是被后面那几个女孩听到，可就不好了。嗨，哪有的事儿，以后我这儿你放心大胆来，哪有什么监视不监视的。对了，后天有一个国际酒会的组织租下了我旁边那家酒店，说是要举办什么酒会，郑总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。我自己对酒会不怎么感冒，不知道进路有没有兴趣。行，那就谢谢韩老板了。我下边还有点事儿，郑总吃好喝好啊，我先过去了。韩华浩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包厢。郑谦看着手里的邀请函，陷入沉思。夏倩倩这位见惯大人物的秘书，其他人几乎都被韩华浩的气场震慑了一下。系统提示声响起，郝如雪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70点，常梦梦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70点，何妍妍好感度+5，
当前好感度55点，钟小瑶好感度72，当前好感度72点。好无奈啊，韩华浩只不过是过来打个招呼而已，怎么你们好感度又涨了这么多？要是那么容易就涨满了的话，以后还怎么给这几个女人花钱啊？众人吃的差不多了，时间尚早，才9点多钟。郑谦的手机收到一条到账信息，花费14564元，系统返现是45640元，已到账。14万到账，下午发出去的红包差不多收回来一部分。时间还早，要不我们转个场，去隔壁 KTV 唱歌？女员工们纷纷表示赞同，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。KTV 包厢里，郑谦拿着点歌旗，随意地点了几瓶价格不菲的酒，其中一瓶轩尼诗，标价6万。常梦梦在一旁看到价格，不禁发出惊呼：郑总，您不会是眼花了吧？这瓶酒要6万啊，不是6000。6万怎么了？就是给你们点的，随便喝我买单。一个买劳斯莱斯的男人，想想也知道不可能在乎这几万块钱。几万块钱对他们来说是几个月的工资，但对于我来说也就是一晚上喝酒的钱吧。常梦梦这才意识到自己多嘴了，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。郑谦又点了些其他酒水和果盘，开包厢点酒差不多花了12、13万。夏倩倩看着郑谦豪爽的举动，眼神中也带着一丝惊讶。我也有点惊讶了，我似乎小瞧了这个男人的财力，这哪是软饭男，简直是个土豪啊，花钱如流水。我以为郑谦是在几个姑娘面前吹牛呢，如果真的要买，那现在联系估计都有点晚了。夏倩倩想着这些，起身走了出去，准备给最近的劳斯莱斯 4S 店打电话。夏倩倩刚走出去，钟小瑶趁机起身，坐到了郑谦的右边，靠得更近了一些。此时，一位服务员推着小车走了进来，车上摆着2瓶 XO， 用冰桶装着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果盘。不好意思，打搅一下，这是我们家韩老板送郑总的酒，祝郑总今天晚上玩得开心。好，放那儿吧。服务员出去之后，夏倩倩也打完电话回来，她看到钟小瑶的位置变动，只是瞥了她一眼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何妍妍特别喜欢唱歌，抢先拿到了麦克风，点了一首《海阔天空》，深情地唱了起来。包厢里回荡着她的歌声。你不会喝酒吗？在我印象中，好像还没见过你喝酒。无论是上次还是这次，你都没有喝过。会喝，但是一般和老板出来要开车，所以就不碰酒了。这次又不用你开车，喝一点呗。钟小瑶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出声提醒：倩倩，郑总都亲自给你倒酒了，你不会不喝吧？夏倩倩看了酒杯一眼，她工作压力比较大，平常没事的时候也喜欢自己在家喝一点酒，还真的没有喝过这种级别、这种档次的酒。她端起酒杯，喝了2口。这才对嘛，我们是出来玩的，你不用随时保持着工作状态。我就是要把精神放在喝酒、唱歌这2件事情上，这样才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不去想姚曼曼的事情。不错不错，唱得真好，我就喜欢唱得好听的。下一个谁唱啊？郑总，您唱一个呗。对呀，郑总您唱一个呗，我们都是您的听众。别，我不会唱，我今天嘴巴只是用来吃吃喝喝的，我可不想暴露自己天生五音不全。一直默不作声的邓淑欣突然开口：我来吧。邓淑欣走到麦克风处，点了一首周董红遍大街小巷的《简单爱》，她起朱唇，开皓齿，优美的歌声流淌出来。好听。邓淑欣没有下来的意思，反而又点了一首薛之谦的《未完成的歌》。钟小瑶敏锐地捕捉到了郑谦的这一表情，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服气。她起身走到麦克风旁边，点了一首蔡天后的《特务剧》。钟小瑶唱完一首歌，包厢里掌声雷动，众人无人不为之鼓掌。钟小瑶的嗓音也非常的好，每一个音发的都非常的标准，她自带熟女气质，加上唱的是天后的歌，直接就成了全场的焦点。下台之后，钟小瑶还很轻蔑地瞥了邓淑欣一眼。本小姐读书时候不仅仅是跳水队的，还是合唱团的独唱好吗？想要跟我抢男人，你还是往后稍稍吧。我发觉钟小瑶这个人还真不简单，她深得一句名言的教诲：好男人都是优质资源，不会主动来找你，必须要先下手为强，伸出手去抢。钟小瑶明显把这句话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钟小瑶回到座位上，娇媚地看着郑谦，笑容满面。郑总觉得人家唱的怎么样啊？不错，非常好。几杯酒下肚，众人也都放开了，不管会不会唱，都上去唱几句。就连工作一丝不苟的夏倩倩，都上去唱了一首《红色高跟鞋》。郑谦看着2人较劲，听得那叫一个起劲，也喝了不少酒。趁着夏倩倩上台唱歌的时候，钟小瑶毫无征兆地将整个身体的重量倚在了郑谦身上，一头长发非常撩人，甚至手还放在了郑谦的腿上。这一举动，其他人没有注意到，正在唱歌的夏倩倩却看到了，导致她歌都少唱了一句，眼神中闪过一丝警惕。郑总，我今天表现的怎么样啊？唱的好不好？好，非常好。那我是不是今天唱的最好的呀？是的，你唱的最好。嘻嘻。钟小瑶的动作越来越过分，最后直接整个人钻进郑谦的怀里。郑谦只感觉到满怀的温软，不知所措。郑总，我有点难受，你扶我去洗手间好不好？瑶瑶，
平常酒量挺好的，怎么还倒郑总身上了？姐妹们都过来搭把手，扶摇摇去洗手间。夏倩倩说着，就搀住了钟小瑶的肩膀。你别碰我，我好不容易装成一副烂醉发春的模样，夏倩倩可太坏了，这样乱我的好事。夏倩倩没有生气，仍然笑着，继续搀住了钟小瑶。干嘛呀？真喝醉了？郑总，您松手吧，我能扶住。钟小瑶还是死死地拉着郑谦的手臂不放。行，那你扶他去洗手间，多跟2个人过去，小心点。钟小瑶回来后，郑谦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不早了。今天大家喝的都不少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就先到这儿吧。众人散场，离岛后，郑谦为他们叫了一辆车，准备送他们回去。但钟小瑶还想最后再尝试一下。他走到郑谦身边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郑总，你能送我回去吗？这么晚了，我有点怕，万一碰上什么危险，有坏人怎么办啊？夏倩倩此时又站了出来，再次打断了钟小瑶。瑶瑶，你和如雪不是住一个小区吗？你俩一块回去就行了呗。郑总今天喝了不少，让郑总早点回家休息吧。钟小瑶仿佛没听到夏倩倩的话似的，连看都没看夏倩倩一眼，眨巴眨巴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郑谦，等待他的回答。你把紧急联系人设置一下，有事第一时间打给父母，到家都在群里发个消息报个平安啊。我真有点累了，就不送了。那好吧。钟小瑶十分不情愿地上了车，离开了。待车子开远之后，夏倩倩走到郑谦身边。郑总，您现在是不是特别生我的气，觉得就不应该带我过来？没有，我还真没生你的气。不过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在钟小瑶的眼里，你似乎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郑总，钟小瑶之前跟陈总有一段关系，但是没有公开。我作为陈总的秘书，自然是知道的。还有，我曾经在陈总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份关于钟小瑶的体检报告，其他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你应该懂得吧？体检报告？不是吧？郑谦原本还有点晕晕乎乎的，被钟小瑶刚刚迷得心窍，听到夏倩倩的话，脑袋咣当一下子，瞬间清醒了。真是我的大救星。不客气，你喝了这么多，能回家吗？用不用我送你？不用了，人家几个女孩都回去了，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？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郑谦说完，就叫了一辆车，回到了江山国际。夏倩倩看着郑谦离开的背影，眼神复杂。郑谦醉如烂泥，踉踉跄跄走到门前，手无力地拍门。我不知道这洋酒的后劲儿竟然这么大。门很快被打开，靳路看到郑谦这副模样，立刻将他搀扶了进去。我天，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靳路给他灌了2碗醒酒汤，郑谦这才清醒了一点。这酒后劲儿也太大了，我喝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刚下车就倒了。啥？洋酒就这样好点没？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嘛。下次不喝这么多了。我上衣口袋里有一张邀请函，你看看有没有兴趣。靳路拿起郑谦的外套，手还没伸进口袋，就发现了一丝异样。他凑近外套，轻轻嗅了一下，眼神瞬间变得复杂。老公，你外套怎么有一股香水味啊？香水味儿？不会吧？闻着像大吉岭，不对，就是大吉岭。郑谦脸色微变，心中暗道不妙。靳路是何等的冰雪聪明，估计早就发现了香水味和口红印，只不过是等我清醒一点，才温温柔柔地问了出来，似乎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。让我解释一下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嗨，这解释什么呀？这是男士香水，你以为我想了什么？哦，男士香水啊，那应该是陈总喷的吧？我都没发现。郑谦以为靳路会继续追问口红印的事情，他却已经拿起了那张邀请函。云堂国际红酒联合会，这邀请函你都能搞到？你有兴趣吗？时间好像是后天，要不一块去玩玩？好啊。郑谦看了一眼系统，靳路对他的好感度没有下降，依旧保持在80点，稳的一批。干嘛？刚醒一点就不老实了。靳教练，上午你在健身房教我的那个动作，我没学明白，能不能再给我演示一下？你故意的？没有，我脑子笨。教练，再给我演示一下嘛。两人嬉笑打闹，气氛温馨。郑谦一觉睡到自然醒，靳路早就醒了，拍了拍郑谦，快起床了，我去做点吃的，然后带你去健身房。郑谦继续在床上赖了一会儿，昨天晚上喝的确实有点多，到现在他头还有点疼。靳路很快把早餐端了上来，一杯醇香的咖啡，2个三明治。咦，这咖啡味道怎么怪怪的？哪里怪了？怪好喝的。你从哪儿学的土味情话？我还以为我做的不合你的口味呢。这就是咖啡店的老板娘亲自做的咖啡吗？好喝。行了，吃完快起床了，我去给你拿衣服。两人来到健身房，练了2个小时，差不多也快饭点了。洗完澡准备出门的时候，刚好碰上了侯建业。侯建业热情地跟郑谦打招呼：露露又陪郑总来健身了。被强制要求的。
对了，我今天刚收到一张云堂国际红酒联合会的邀请函，可以带2位嘉宾过去。我对红酒没啥兴趣，我记得露露你对红酒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，要不这张邀请函给你吧，和郑总过去逛逛。进路看到侯建业拿出的邀请函，和郑谦昨天那张一模一样，眼神中闪过一丝促狭。不用了，侯叔叔，我老公昨天收到一张酒会邀请函，到时候你也过去玩玩呗，反正就当去交朋友的。好吧，那到时候见，我也过去玩玩哈哈。好嘞，侯叔叔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进路挽着郑谦的胳膊，两人走下楼梯。昨天你不是喊他侯老板吗？今天怎么变成了侯叔叔啊？昨天人多，所以喊侯老板，今天没什么人，就喊侯叔叔了。我爸爸在进去之前跟侯建业的关系很不错，这些年也一直对他照顾有加。这份健身房的工作就是侯建业主动找到我的，给的待遇比所有人都高，有时候甚至还贴钱给我发福利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就懂了。他本人其实对红酒也很有兴趣，能让他把这张邀请函拿出来送给你，应该是想结交你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随便你啊，你想结识就结识，不用因为我而去特意跟他搞关系。我其实也看出来，侯建业2次和我打招呼都很热情，除了想跟我结识以外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其他目的了。郑谦和金路在公司大楼门口告别。行，在家好好学习啊，我走了。等一下。干嘛？金路微微抬身，在郑谦的唇上留下一个轻柔的印记。行了，走吧，我要回去看书了。好家伙，搞突袭！今天晚上我不会轻饶你的。郑谦的办公室里，夏倩倩正和2位穿着笔挺西装的男士交谈。郑总，您来了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帝都劳斯莱斯店的总经理，这位是我们郑总。郑总，您好，您好，这是您那辆劳斯莱斯的配置单，请您过目一下。时间紧迫，没有做您的私人定制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后续4S店会帮您做升级的。夏倩倩将一张劳斯莱斯的配置单递了过来，郑谦接过一看，这是一辆全新的劳斯莱斯幻影，价格在1100万，落地1300万。行，那就先这样吧。购车合同和手续带了吧？带了。那就行，刷卡吧。夏倩倩接过银行卡，刷走了这笔钱。郑谦看着3两句话就成交一台劳斯莱斯，心中感慨：我差点忘了这件事情，没想到夏倩倩还记得，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弄来的这台劳斯莱斯，但效率肯定是没得说。有这样一位秘书在，给做金山来换，我也要考虑考虑。这是机票，由于是私人业务，我不能找公司，你得给我报销。我丢，你真没回家啊？怪不得夏倩倩今天看起来和昨天不太一样，精神有些憔悴，显然是没休息好。来回的机票我给你报了，另外再补偿奖励你一下。今天下午有没有事情？没有事情的话，带你出去逛街吧。机票钱和住宿费直接转给我就行了。现在是工作时间，不能这样翘班，职责所在，我也不需要你的补偿和奖励。不行，必须要补偿。工作时间怎么了？我是副总，我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。刘总不也是好几家公司的股东吗？也没见他天天来。不可以。那这样，我命令你跟我出去采购一些公司用品。你不行，老板派的任务，你是要拒绝？那好吧。郑谦和夏倩倩来到停车场，劳斯莱斯幻影停在那里，气势非凡。夏倩倩，我现在正式任命你，你以后就兼职做我的司机了。那先说好，弄坏了不管赔。没关系啊，有保险。时间就是金钱，赶紧开车吧。郑谦和夏倩倩从劳斯莱斯幻影中走下车，来到大悦城商场门口。行了，进去之后随便挑随便选，我买单。郑总，您这是干嘛？想用钱把我砸倒吗？不可能的，我可不是物质的女人。我没这个意思啊，就是看你这么辛苦，补偿一下你这个女秘书而已，之后你才能好好给我干啊。郑总，你干事，你别想歪了。那行吧，郑总要真想意思一下，买支口红就行了。夏倩倩说着，就走进了一家口红专柜，圣罗兰。怎么女孩子都喜欢买口红啊？还特别喜欢买这个专柜的口红，怪不得第一次来大悦城，那个老柜姐那么看不起自己，原来一点都不缺顾客啊。夏倩倩都进去了，郑谦也只能快步跟上。欢迎光。老柜姐乍一看，还真没认出来郑谦，因为前2次郑谦穿的衣服都不太上档次，这一次换了一身衣服，就有高富帅那味儿了。欢迎光临，您陪女朋友来的吗？我不是他女朋友。对，不是我女朋友，是我秘书。确实不是。来这里的每个女孩子都说不是郑谦的女朋友。那你想要什么口红？我来给您推荐吧。不用，我随便看看，买不买还不一定呢。最后，夏倩倩挑选了一支口红，大概500块钱左右，价格适中。花费588元，系统返现5888元，已到账。接下来，2人逛的店基本上是一些微奢专柜，夏倩倩看哪个，郑谦就买哪个。这种花钱方式，不少专柜都记住了郑谦这个人，甚至有记性好的
知道郑谦已经是第3次来他们专柜买东西了，每次带的女孩都不一样，一圈下来大概花了有7、8万块钱。系统给郑谦返现了70、80万。郑谦看了一眼夏倩倩对他的好感度，夏倩倩好感度从35点上涨了15点，现有好感度50点。不是靠钱砸不动吗？怎么你好感度还上涨了？郑谦和夏倩倩坐在餐厅里，桌上摆着精致的餐点，夏倩倩的面前放着一堆购物袋，表情有些不自然。郑总，您送我这些东西，我真的不能要。郑谦将切好的牛排放进夏倩倩的碗里，脸上挂着笑容。啊？为什么不要啊？就是看你喜欢，送给你的。我真不能要。郑总，您要是想以这种方式追我，我劝您还是省省吧，这招对我行不通的。行不通？行不通？为什么你好感度上涨了？还是砸钱砸得不够多？哦，那这样吧，东西你还是收着，但是把那个包包给我留下。你看到隔壁那桌没？1分钟之内，我要他的联系方式。夏倩倩的脸色瞬间涨红，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恼怒。夏倩倩刚刚上涨的15点好感度，瞬间跌完了，又重新回到了35点。赶紧去！我不去，我才不要当你的僚机，这是助纣为虐。纣王现在命令你去，你看他金发碧眼，充满异域风情。咱们公司可是有船在国际航线的，万一是咱们公司的潜在客户呢？我这是为公司的业绩着想，夏秘书应该能理解吧？国际业务又不归你管，你只负责公司公关和部分内陆业务，跟你有啥关系？我是公司股东，自然要为全局着想。挖掘客户是我的职责所在，要联系方式是你的职责所在。快去！你好，小姐姐，那边那位极其猥琐的男人想要你的联系方式，我劝你不要给，随便对我笑笑，让我应付一下就好了。那位身上只穿着一件红色裙子的外国美女听得不是很懂，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。美女，我想要你的联系方式，扫个码。我扫码，好的。妹子打开手机，让郑谦扫她。你自己一个人吗？要不跟我们坐一块呗？好呀，不胜荣幸。郑谦邀请她到自己那桌吃饭，又重新给她点了一份餐。交流之下，得知她叫娜塔莎，是北俄某公司的一家高管，来叶北谈合作的。不过碰上了点麻烦，常年与我们合作的一家运输公司最近货满，所以没办法运我们的货物，我只能在叶北滞留几天了。这几天也正好给自己放假。还真是潜在客户，郑谦无心插柳柳成荫，这是意外收获啊！夏倩倩一听到这话，立马专业的介绍了一下郑谦的运输公司，有船跑国际航线。如果陆运走不通的话，可以试一试我们公司的货轮，从渤海出发，路经鄂霍次克海，还会通过黑令海峡。真的吗？那可真是太好了！你们什么时候有船次呢？我也加您一个联系方式，今天晚上就给您一个答复，您看可以吗，娜塔莎小姐？可以。吃完饭之后，郑谦就和娜塔莎告别，离开了餐厅。花费14365元，系统返现143650元，已到账。郑谦的手机上除了返现到账的银行短信以外，还收到了娜塔莎的消息。谢谢你，郑谦。呵呵，我就说是潜在客户吧，你还不相信了？夏倩倩从后视镜瞥了郑谦一眼，心里有诸多不服气。瞎猫碰上死耗子。郑谦走进别墅，进路迎了上来。今天这么早啊？今天没什么事，谈了个北俄客户。对了，你把车停到车库里吧，别被人给划了。进路拿起车钥匙，看到钥匙上的双2标志，瞬间愣住。你的车吗？刚提的。一辆劳斯莱斯最起码也得1000万吧？怎么郑谦这么风轻云淡，真是个财神爷！天哪，我感觉郑谦的财富深不见底。郑谦这时才想起，陈伟强给他发了几条消息，还没有回。怎么了，陈总？刚刚谈了个北俄客户，没有看手机，不好意思。谈了个北俄客户，是要走国际航线吗？这么强吗？牛啊，郑总！具体的我让夏倩倩去谈了，成不成不知道。好，是这样的，郑总，明天您下午5点左右跟我去见个客户吧。什么客户？常大山欠了我们2笔运费没有结算，我带你去上门讨债。常大山不是常瑞的父亲吗？我听说是做木材生意的，家里有钱的很。他们家的木头卖往马来东亚、旧加坡，还有小田本，赚的都是外汇，欠公司2笔运费没结算。明天见面之后详聊。郑谦回了个表情，就把手机收了起来。明天酒会，你穿这一身吧。我逛商场的时候给你新买的阿玛尼，你来试试。你什么时候去逛商场的？7、8点的样子，前天就已经订了，但下午才空运过来的。幸亏不是下午去的，下午的时候我正陪夏倩倩在大悦城买呢，要是被近路给撞上了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行，我试试。郑谦上身之后，瞬间感觉自己更像那么回事儿。他抬起手腕，发现空荡荡的，不禁皱了皱眉。不过手腕上空荡荡的，也该买一块手表了。手表也给你订了，欧米茄蓝鬼，后天到货。贴心贤惠，有这样一位贤内助，我心里舒服得很。让我在近路身上花多少钱都愿意。行了，尺寸挺合适，你怎么拿到我尺寸的啊？
趁你睡觉拿软尺量的。郑谦脑补了一下自己睡得昏沉沉，被靳路翻来覆去，拿软尺量各个部位尺寸的画面，有点滑稽搞笑。下次不许趁我睡觉这样搞了。哼，睡得那么死，你又不知道。酒店大堂装潢奢华，金碧辉煌，不少人都穿着笔挺的西装和华丽的礼服，手持高脚酒杯，三五成群，面带微笑的交谈着。郑谦穿着靳路新买的阿玛尼西装，靳路则身着一袭优雅的礼服，两人挽着手，气质出众，吸引了不少目光。远处传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：哟，这是谁啊？郑谦和靳路循声望去，不远处，一个身着白色礼服、打着整齐双花领带的男人，梳着背头，头发上擦着很多发泥，已经到了反光的亮，眉毛倒是做得很整齐，脸上挂着一脸欠揍的笑容。他正挽着一位颇有姿色的女人，向郑谦和靳路走了过来。熟人？算不上。这两人正是郑谦的前女友姚曼曼和常瑞。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？谁邀请你过来的？常瑞此时才注意到郑谦挽着的女人，眼神瞬间变得惊讶。靳路。